样是排骨，前排和后排差别很大，弄懂了再买不吃亏。排骨这道家常美食几乎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常客，无论是炖汤、红烧还是清蒸，排骨总能带来那一口沁人心脾的肉香。然而，在市场上购买排骨时，你是否曾困惑过，到底哪一部分的排骨才是最好的选择？它们看起来差不多，价格却各有不同。难道这里面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学问？实际上，排骨不仅仅是看上去那样简单，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而这些区别决定了排骨的口感、烹饪难易度以及最终的菜肴品质。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排骨，你该如何选择，才能既不花冤枉钱，又能做出一桌美味呢？前排。一提到排骨，大部分人脑子里都会蹦出那个肉质均匀、肥瘦相间的中排，似乎只有中排才是排骨中的贵族。但是说到前排，很多人可能会皱起眉头，觉得它骨头多、肉少，样子也不太好看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东西。其实这种印象可能是误解，前排虽然外表不够亮丽，但它的价值可不容小觑。前排的位置靠近猪的脖子部分，和中排那种规整漂亮的骨头不一样。前排的骨头形状有些不规则，看上去零零散散的，甚至还有点丑，但别被这个外表给蒙蔽了。前排的肉质可是相当特别的，尤其适合一些特别的烹饪方式。比起中排的骨头，前排的脆骨口感独特，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人简直就是找到了宝藏。由于靠近猪的脖子，这部分的肉纤维比较细腻，烹饪时间短就能保持肉的鲜嫩口感，尤其适合那些需要快速烹饪的菜肴。市场上前排的价格通常比中排便宜一些，这也是因为很多人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。一般消费者在挑选排骨时，第一眼就会被中排吸引，忽视了前排的好处。但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享受脆骨和嫩肉的人，前排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选择。不过，前排的缺点也是有的，因为靠近脖子，这里的骨髓含量比较少，骨头的硬度也不如后排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打算用前排来炖汤，可能骨汤的浓郁程度不如中排或后排那样足。再有就是前排的肉少，做出来的菜分量可能不会太多，适合小家庭或单人食用，大家庭聚餐的话，可能就得多买几根了。对于那些注重性价比又喜欢独特口感的朋友来说，前排的价值完全值得深入挖掘。别看它外表丑，只要稍微花点心思，你就能从这块不起眼的排骨中挖掘出满满的惊喜。比如用前排来做糖醋排骨，肉质鲜嫩入味，脆骨嚼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如果你爱吃辣，还可以用前排来做香辣排骨，脆骨吸满了辣油，吃起来爽脆过瘾，绝对能让你重新认识前排的魅力。所以下次去市场买排骨，不妨多看看前排。虽然它外表没有中排那么讨喜，但它的内在价值绝对不容忽视。中排。中排排骨在整个猪类排中，就像是那块让人一见钟情的黄金地段，肉质均匀，肥瘦相间，简直就是排骨中的白富美，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需求。中排的肉质柔嫩多汁，这得益于它处在猪肋骨中间部分的优势，这里的肌肉纤维较为细腻，脂肪分布均匀，所以不论你是炖汤、红烧还是煎炸，中排都能轻松驾驭。它能在锅里炖得软烂入味，又能在油锅里炸得外焦里嫩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。可以说，去菜市场转一圈就会发现，中排的价格往往比前排和后排略高一些。这是因为一整扇猪肋排里，中排的部分占的比例本来就不大，而它的口感又深得人心，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价格自然也就高了。但如果你想买到品质均匀、肥瘦适中的排骨，那么稍微多花点钱选中排还是非常值得的。有些不良商贩正是看中了中排的受欢迎程度，会在卖排骨时动点小心思，比如他们可能会将前排或者后排的部分混在中排里一起出售，以此抬高价格。所以在挑选中排的时候，最好仔细观察一下排骨的粗细和肉质，
如果发现排骨的形状不够规整，或者有的部位肉质特别鲜红，那就有可能是掺了前排或者后排的部分。中排之所以受到追捧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它在烹饪中的表现十分稳定。不管你是做红烧排骨还是炖汤，中排都能吸收调料的味道，肉质又不会因为长时间烹饪而变得太柴。特别是在家里做大菜时，选中排绝对不会出错。当然，中排并非十全十美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吃那种带有脆骨的排骨，那么中排可能不太适合你，因为它的骨头比较规整，脆骨的部分并不多。而且中排因为肉多，脂肪含量也相对高一些，有时候吃多了会觉得有点腻。3. 后排的肉量与烹饪挑战。后排排骨是整块猪肋排中靠近猪臀部的位置，它的特点很鲜明，肉量多，骨头大，看起来就很有分量感。这部分的排骨在市场上往往价格稍微便宜些，也因此成为很多家庭聚餐或做大菜时的首选。但要想把后排排骨做得好吃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里头还有不少门道。不过，后排排骨的肉质与前排、中排相比略显粗糙，烹饪时如果时间不够长，或者方法不对，肉可能会变得很柴，嚼起来费劲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后排排骨虽然便宜，但做起来没那么好吃的原因。要想把后排排骨做好吃，得花点心思。首先就是要炖得够久，让肉质变得软烂。不过，因为后排骨头较大，要想熬出一锅好汤，时间上得比中排和前排多花一些。如果做红烧排骨，那就得注意炖的时间和火候，得让肉慢慢炖烂，才能入味，否则很容易出现外面的酱汁很好，但里面的肉嚼不动的情况。当然，后排也有它独特的优势，因为骨头大，骨髓多，炖出来的汤味道特别浓厚，比前排的汤更有骨味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老饕在煮汤时会特意选择后排的原因。4. 购买排骨时的3大实用技巧。市场上排骨种类繁多，价格也参差不齐，如何挑到一块物美价廉的好排骨，绝对是门技术活。其实，只要掌握几个小窍门，你就能轻松避开那些看似便宜却不太划算的排骨，买到真正适合自己烹饪需求的好肉。今天就来聊聊购买排骨时的3大实用技巧，保证让你少花冤枉钱，多享美味。首先，选择排骨的宽度很重要。一般来说，排骨的宽度在2到3厘米之间是比较理想的。这样的排骨来自适龄猪，肉质细腻又不失嚼劲，适合多种烹饪方式。买排骨时，不妨用手稍微比划一下，看看排骨的粗细是否在这个范围内。这样挑出来的排骨，做出来的菜一般不会出错。排骨的颜色是判断新鲜度的关键。新鲜的排骨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，这种排骨来自刚宰杀不久的猪，肉质紧实，味道鲜美。如果你看到排骨颜色发白，多半是经过冷冻处理的。虽然价格可能便宜一些，但冷冻排骨的肉质不如新鲜排骨细腻，炖煮后口感也会差一些。更要注意的是颜色过于深红的排骨，这种排骨往往来自老猪，或者猪肉本身有问题。肉质偏硬不说，炖煮后味道也不好，甚至带有异味。如果看到排骨表面干燥，颜色不均匀，或者有明显的暗红色，那就要多加小心了。尽量避开这些不太新鲜的肉。摸排骨的手感也能透露出不少信息。新鲜的排骨摸上去有点弹性，用手按压时，肉能迅速回弹，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。如果摸起来感觉排骨粘手，或者按下去肉很难恢复原状，说明这块排骨可能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，甚至开始变质，不建议购买。结语：通过对排骨不同部位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排骨不仅仅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那块肉，更是烹饪过程中需要细致甄选的食材。前排、中排、后排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。与此同时，学会在市场上挑选优质的排骨，也是我们作为家庭主厨不可或缺的技能。从排骨的粗细、颜色到手感，
都是判断其新鲜度与品质的重要标准。通过这些简单但实用的技巧，我们不仅能避免买到品质不佳的排骨，还能确保每一顿饭都能呈现出最美味的状态。排骨虽小，但其背后蕴含的知识却不容小觑。了解这些差异与挑选技巧，不仅能让我们在购买时更加从容，还能在烹饪时更得心应手。